没有想到前2礼拜我们在注意棒球的时候，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讲到，苗华也倒了，这个我们军也倒了，今天很多的这个火箭军也倒了，居然出现这么多天大地大的变化。更让我觉得夸张的是叙利亚，叙利亚打这么久了，阿勒颇当时死多少人？结果当什么？是俄罗斯的部队进来强压住的反叛军，然后把你给压住，连什么白盔队全部一个个都给杀光，就没有想到。我们最近没注意到说，他现在的阿塞德居然流亡了，阿塞德居然跑掉了。那阿塞德跑掉，竟然当时打得最激烈的阿勒颇被反叛军给拿下来了。宝来哥，不只是一堆东西都倒了，现在是连叙利亚的政府都倒了。为什么？短短4天之内，竟然被我们讲的沙姆这个原本就是他们的叛军，也就是所谓的解放组织、解放阵线，短短4天之内把总统给从总统府里面，从他的豪宅里面给赶跑了。当时叙利亚打得多么样的激烈，当时这个两边的这个战争打得多么惨烈。这个时候在阿勒颇里面，他们想尽办法守了8年。你怎么会守了8年之久？你现在已经是固若金汤了，突然之间4天就没了。对，宝来跟你讲一个重点，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叛军在欢欣鼓舞庆祝画面，因为阿勒颇已经被他们占领了短短4天。但你刚刚问的一个问题是说，不对啊，当时2011年的时候，叙利亚这时候内战嘛，阿拉伯之春嘛，结果没想到的是为什么后来收复？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当时有俄罗斯帮他，当时有伊朗帮他，当时有黎巴嫩帮他，但请问一下，叙利亚现在有没有任何人帮他？都没了。没有啊，黎巴嫩真主党在跟谁打？所以你现在俄罗斯，你现在的伊朗，你现在的黎巴嫩，这3个国家都自顾不暇。在自顾不暇的状况下，我直捣黄龙，没有人帮你了。对嘛？我们讲趁你病要你命，为什么？因为黎巴嫩真主党忙着跟以色列打得不可开交，对不对？伊朗也是一样嘛。俄罗斯光是乌俄战争跟美国之间呢，就已经让他焦头烂额。所以这时候刚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沙姆组织发现说，你叙利亚现在有空可钻嘛，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在晚上的时候大举进攻。而阿勒颇，你不要以为不是什么小地方哦，它是叙利亚我们讲最大都市，人口有200万人，就是这样夜黑风高的时候呢，瞬间杀进去，而且杀进去之后呢，后来发现不对，叙利亚真的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所以你看他们在敲谁？这个是谁的头？这是阿萨的头，阿萨德的头，对，他们总统的头，我就把你的雕像一个一个敲进来，甚至是更离奇的是什么？我们直接跑到你豪宅去。阿萨德那时候多凶啊！刚刚讲的阿拉伯之春，其他很多的国家都一个个倒了，我就是坚持不倒，我坚持跟叛军打到底，我就算是刚刚讲的10室9空，整个变成一片废墟，我也在所不惜。就没有想到一推就倒了啊！因为你后面之前有老大哥罩嘛，你现在无人可帮了吧？所以你看这是他的豪宅。你看堂而皇之的所有叛军好像去参观博物馆一样，就他的豪宅里面晃一晃。而且你看不只是这样，他们在占领阿勒颇之后呢，甚至在现场干嘛？直接举起枪对着空 ，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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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声干嘛？鸣枪庆祝，然后把他所有的雕像都弄倒。那宝德哥为什么他们这个人在？因为我跟你讲，有人造。这一次呢，我们讲沙姆组织背后有一个国家，谁叫做土耳其？土耳其提供他非常多火力吧，你没有发现吗？刚刚他们的这种火力金援，包括什么火箭炮啊，包括我们讲的枪支啊，但最重要还有一个重点，他们有什么无人机？所以我跟你讲，你倒大霉。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次他无人机是非常的重点？等于说他从乌俄战争呢去学习到这个我们讲的不对称作战的经验。那你想想看，我今天是政府军，我的确也有很多的 T72坦克啊，我有很多的直升机啊，我有很多的这么萨姆防空系统啊。那请问一下，你面对无人机有用吗？没有用，而且他们是有策略的。第一个。他们现在针对用无人机轰炸之后，让人家落荒而逃，因为我不知道人在哪里，我莫名其妙一直被打，所以我只能呢弃守阵地，然后把他们的人犯、囚犯给解救出来，增加他们的兵源。再第二件事情，他干嘛？他去轰炸就机场的这种占有的这种军队，把机场也拿下来。政府大楼也拿下来，各位，这时候就开始产生结构性的变化。为什么？一旦拿下来之后，请问一下，机场有什么？军机一大堆嘛。那我把你的人赶跑就好了。这些都是囚犯。对啊，他就跑到监狱嘛，把囚犯兜出来。对，然后囚犯就变成我的助力了。对，而且这些囚犯很多搞不好这种都政治犯，都是反这个阿萨德的。我们讲这个势力嘛，我把你解放出来之后呢，我再把你的机场给占领。这时候我的火力就大增了。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空军都为我所用。因为你就算你空军，你不能大炮打小鸟啊，你有战机你也没有用啊。然后再来，他把这些什么所以我有破炮，我有火箭弹，我有这个所谓的坦克车。宝德哥，你刚才讲到这些是3样，对不对？破炮、火箭弹、坦克车，这都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最早是仰赖什么？是用无人机的方式来去取得这些嘛？因为你今天人驻守在那边，但是你这些东西打不了这些无人机。我把你人一个一个炸毁之后，如同各位还记不记得黎巴嫩真主党也是一样啊，上千名就是这样被狙杀，然后把什么 T72啊，甚至这个 BMP-1的战车啊，都全部缴获。最可怕的，来你看这后面这是什么？这是萨姆200。
等于就说他们连萨姆200很高兴取得战利品之后呢，在前面大家嘻嘻笑笑一张，甚至还把了你看有直升机哦，这个原本都是我们讲的叙利亚政府军的哦，就是在坐在直升机上，耶，对着镜头外面很开心啊，那边挥手，然后甚至连什么弹药全部都缴获。那你想想看，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要怎么样跟他打？因为他们是有系统、有后援、有支应的哦。他们支应的方式是什么？第一个，他们有这所谓的猎鹰部队。那这猎鹰部队像什么呢？就像是在乌俄战争，你有没有看到乌克兰是不是这种临时的指挥所？他透过这种指挥所的方式呢，从地下指挥所方式来大幅度的针对你的坦克来哦。你看到这是无人机哦。所以这些叛军不是那种无下阿蒙，不是那种所谓的乱七八糟的这些四角部队。他们现在刚刚讲，我有无人机，我有这个指挥系统，而且这个指挥系统刚刚讲，我就在地道里面，在地道里面。我可以指挥所有的战场状况。宝，那个土耳其我们知道最文明就是他们的我们讲无人机用的非常非常好。再来第二个，他们采取采样的方式是什么？向乌俄战争致敬，去学习乌克兰呢这种战术。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在叙利亚这场战场上出现非常多画面。第一个有地道，再第二个很多无人机哦，瞄准着政府军的坦克，就从天而降，由上往下，直接就这样把它轰炸。而且不只是炸坦克，他们还会炸什么呢？来，你看就是看到画面。来哦，就从天而降，它会锁定坦克之后，你看有没有停在这个我们讲的车库里面了，就直接你看锁定定格炸下去。我不讲，你还以为我在介绍乌俄战争，而且连士兵他们也炸。再来呢，他们先进装备到什么程度？你如果不讲，你会以为说他们是美军的装备。为什么？有 GoPro 啊，有这种夜视镜啊，然后全副武装啊，战术背心啊，然后枪支啊，瞄准镜系统。各位，你看这个样子，这是叛军的装备。这个装备太好了嘛，肯定是有人支援的嘛。所以你想想看，就在这个关系下，等于就是说，因为土耳其长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扶持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沙姆的这种组织，扶持他们干嘛？在边境要跟这个库德族呢做一个恐怖平衡。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讲总统阿萨德，他一直瞧不起这个土耳其，那一直不配合，甚至是一直拿这个库德族呢去打压这些所谓叙利亚的叛军。所以最后叙利亚这些叛军呢，土耳其受不了嘛。我想说好啊，每次叫你去帮我处理这些库德族，你就不帮我处理。现在终于给我等到了，等到以色列把了这些黎巴嫩、伊朗、俄罗斯全部纠结在一起，我趁这一次给你一个好好的教训。好，所以体会。我是没有想到，刚才讲的，以前叙利亚打得这么样的激烈，打得这么样的激烈的状况下，你阿萨德都可以死守不弃，就现在4天的时间，叛军就打进了阿勒颇，然后呢，现在看到了阿萨德就仓皇，真的是因为俄罗斯、因为伊朗、因为这个黎巴嫩3个地方自顾不暇，代表这3个国家现在也兵疲马困了。其实我每次在看叙利亚内战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有看叙利亚内战而已，它外部势力都是这个勾结叙利亚内部的各个派系啊。你知道，虽然我们看到了阿萨德政府，大家知道是俄罗斯支持的，对不对？对。那你知道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俄罗斯驻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将军啊，这个指挥官啊，现在已经被普丁解职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知道，在叙利亚境内来讲的话，有俄罗斯的海军基地，有俄罗斯的部队。对。现在其实如果上下夹击的话，其实糟糕的是土耳其。所以每次土耳其都想要去影响叙利亚的内部的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叛军啊，他之所以打败政府军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背后有土耳其在支持，不是吗？那土耳其又是北约的会员国。对。那北约的会员国现在埃尔段他其实是非常投机的一个土耳其的总统，他看什么？看风向嘛。现在风向在吹什么？川普回来了嘛？川普回来了，你知道跟川普回来有关系？当年川普丢了57颗战斧飞弹，然后告诉习近平说：“我丢了57颗战斧飞弹，就是丢叙利亚。”没错。而且为什么是川普丢呢？是因为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告诉川普说，政府军用化学武器搞掉那些叛军，所以呢惨无人道。所以那时候川普就决定说，我丢57颗飞弹教训这个阿萨德政府。结果现在阿萨德政府不用我川普亲自出手，土耳其帮我出手了。土耳其帮我出手了，支持叛军把阿萨德政府搞掉了。当然。俄罗斯在这里的军事基地，大概未来也可能要收掉了。对，所以现在什么问题呢？他在黑海也就只有2个海军基地，这2个海军基地都在叙利亚。如果今天叙利亚没了，他根本就进不了地中海了。是啊，然后再往下走，不就黎巴嫩？黎巴嫩已经被以色列收拾掉了，不是吗？然后这个纳塔雅胡不是也是对川普称臣吗？你看。这所有的事件来看的话，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川普回来了。川普即将回来的话，要造成既定事实。这整个中东的局势啊，在川普要上任之前，大概整个要抵定，亲俄势力铲除掉。所以这都是川普的风造成的。对，所以背后来讲的话，一定有美国还有北约国家的一个影响进在里面了。所以其实叙利亚内部很乱。
而且如果叙利亚发生的大规模的难民事件来讲的话，上一次那个梅克尔就是因为这样子选举，他们德国的保守党这些那个德国的选举失利的原因，是因为大量的难民涌入到欧洲嘛，所以整个全部的这个局势来讲是牵动在一起的。而现在呢，其实这一风起来的原因就是川普要回来了。好，于峰。刚才讲的，川普回来以后对谁嘛？对俄乌战争影响最大。而现在刚刚讲俄乌战争里面，俄罗斯跟乌克兰根本就是火力全开了。对，现在来讲的话，真的是火力全开。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在哪里呢？是他们的一个俄罗斯，他们自己的部队，他们驻守的是 S-400。萨姆400里面，他在这一个发弹车里面做的，结果没有想到外面竟然有集束弹，用 ATACMS 砸了进来。砸了进来之后，大家就说：天哪，怎么回事？我在萨姆400里面，这不是防空机器吗？怎么会打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这个画面看下去之后呢，其实在暗夜里面看到满天的风雨，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集束弹。在这个夜晚里面到底有多少 S-400被打灭掉，没有人知道。但是画面看出来之后说，阵地毁掉了。对，阵地已经毁掉了。当他们看了绿灯之后呢，这个西方世界的 ATACMS 还有风暴之影就疯狂的砸了下去。这是另外一个画面，砸下去的时候，大家马上说，如果有机会挡住，那当然要挡住。但是呢，S-400看起来是挡不住的，所有的阵地全部都已经毁灭了。而这个东西来讲，除了 ATACMS 之外，还有暴风之影。这个什么画面呢？就是说 ATACMS 还有300公里，300公里打到这里，但是呢，暴风之影有560公里的一个射程，打到这里之后呢，这边是哪边？就是莫斯科。所以当这些开绿灯之后，莫斯科是不是也在射程之内？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按下去，那就可以把它给打下去了。所以刚才讲的，现在这个暴风之影已经造成了一些伤亡了。对，暴风之影对造成最大的伤亡就是有500名的一个暴风部队，而暴风部队是谁呢？北韩的暴风部队，其实送到克斯克那边的话，根本就还没进入到乌克兰的乌东地区哦，竟然就直接被打掉了。被打掉的话，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其他的国家，你不要来碰这个战士。如果你来碰这个战士的话，随时暴风之影就可以把你打下去。而他们这次打到的，就是在俄罗斯的国土里面。好，那来讲的，现在当然看到俄罗斯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现在用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武器，叫做真果树的这个武器。真果树导播，我们看到它那个爆炸下去以后，它那个跟热焰弹一样，跟燃烧弹一样，它可以造成4000度的高温。对，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在西方世界打开绿灯之后呢，那你俄罗斯你是不是要拿出一些东西来？拿出的东西呢，就是我们之前有听过但没有看过的真果树。这个真果树打下去之后呢，其实它的范围大概可以锁定这个，对，就是它打下来之后呢，你会造成最可怕的一个事情是说它全部夷为平地，因为它可以造成一个4000度。4000度可以把钢跟铜全部融化掉，所以呢，当你打下来之后呢，你没有人员，甚至说你什么太可怕了吧，全部都不会存在，因为你想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高达4000度而不融化。一般来讲，你的钢跟铜大概1600度，打下去之后呢，完完全部都会消灭不见。所以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弹头，这个是乌克兰他们说的，剩下的这个弹头你可以看到哦，全部都已经融化掉了，你根本没有人员，根本没有建筑物，根本没有任何的军事设施会存在这个地方。所以俄罗斯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们一直用 ATACMS， 你们一直用暴风之影来砸我们，你们一直恐吓我们。我们不是没有东西，我们除了不敢用真正的核弹之外，我们还有个真果树。而这真果树打下去之后呢？没有人员会伤亡，没有人员会存在这里，全部会伤亡殆尽。所以这个东西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们在逼我，你们在告诉我说，太可怕了吧？我们就拿这个东西来反击你们，而且到哪里都打得到。